你是否曾想过，我们每天走过的街道、居住的房屋、仰望的高楼，它们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建筑绝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它是人类文明的时光容器。从原始洞穴到现代摩天大楼，每一个转角，每一道砖缝，都低语着专属它的故事。而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建筑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漫步在台北街头，最前卫的当代建筑与斑驳的传统老街交织共舞。大巨蛋那流线型的金属外壳勾勒出城市的未来，而不远处的迪化街，闽南式的骑楼下飘来阵阵药材香，仿佛时间在此驻足。在这里，新与旧从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一首相得益彰的建筑诗篇。高雄车站的蜕变更是令我动容。80年前的老车站被细致托举，嵌入现代玻璃穹顶之下，形成一场跨越时代的时空交响。旅人仰望之间，便能感受到两种建筑语言的共鸣。守护历史，从不是将时光封存，而是让过去与未来彼此对话，互相成就。台湾的建筑美学独具一种温柔的包容性，废弃的工厂化身创意园区，老百货楼藏着昭和时期的电梯，九份山城的石阶刻意保留岁月的痕迹，而在巷弄深处，一座座香火鼎盛的寺庙静静伫立，宛如城市中心的心灵锚点。这或许正是台湾最动人的魅力所在，它勇敢迈向未来，却从不遗忘曾经的模样。所以在这里，我想要了解每一栋建筑背后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台中著名的歌剧院啊，看后面这个建筑就知道它非常的特别。我们今天呢要去听一下导览，然后呢学习一下这个建筑到底它特别在哪里。哇，你看它的顶，它的所有的顶它都是弧形的哟，它都没有就是直上直下就是平的顶，它上面所有的就跟山洞一样，进来以后就跟山洞一样。哦，这种建筑建起来肯定很难建哎，因为它应该不是用那种钢筋把它架起来，因为钢筋都是那种直上直下的。我们先买一下票。我们预约的这个导览就是来讲这个建筑嘛的特别之处，然后一个人是150块钱，我们2个人是300台币，然后呢需要压一个证件，就把证件压在那里，然后导览完了再还给你。现在是几点？现在是3点半，我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在这些小店里逛一逛。除了团体导览是需要预约，提前2天预约哦。然后像我们这种个人的想要参加导览的话，现场报名就可以。这边阳光好的地方还有植物，卖植物的店，鹿角蕨，喜欢的鹿角蕨。这风格非常的复古啊，有一点那种复古的感觉，鞋啊衣服都比较复古。伴手礼 T 恤。这个好可爱，这是羊毛毡扎的，羊毛毡扎的小动物。啊，这也太萌了吧！小恐龙。妈，小动物的羊毛毡快乐乐园。哦，这边是可以自己做这个羊毛毡，手做自己做。Studio， 整个一片都可以自己来做手工。这个好像哪里都有它哈，只要是文创园区都有这个木头的这个品牌。你看和刚才那些真的植物比起来，这是纸做的哟，完全看不出来是假的，有没有？我就适合养这种植物，纸材料包可以自己拼起来的，我适合养这种的。它那个小车还能自己跑，它有自己的
设定的轨道吗？它都不会撞到。哎，它怎么做到的？它都不会撞到哎。哎，有点可爱哦。扳手。这边这是编织类的产品，包包啊，饰品，伊朗波斯镶嵌，所以这边还有各个国家很多不同国家的传统技艺的小玩意儿，比如说这个是尼加拉瓜的，是中美洲陶器精选，哇，真漂亮 ！Art Gallery， 艺术长廊，所以有小店，然后有艺术长廊，有展品，还可以手作，还可以自己尝试去做一些各种小东西，还可以买，还可以逛，还可以听。我们本来想来看一个音乐剧啊，是音乐剧吧？然后票都卖完了，瞬间就卖没有了。Traveling in Taiwan， 我们俩在这研究，我们俩还有哪里没去过？这上面的金门绿岛，云林在哪儿呢？哦，云林没去过，剩下基本上都去过了。搓衣板、微笑洗衣板、原木杯垫儿，好可爱。我们现在逛完了这些小店，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听导览。所以它剧院是在上面是吗？是在楼上和楼下小剧场。哇哦，这个真的是一个时钟啊，这个太妙了。它是转一圈是1分钟吗？对。啊，所以它的指针，因为它的秒针是没有，就只看得到那个分针。哦，分针的时针。对。和秒针就是在转。哎，好特别啊！这第一步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建筑的神秘了啊！咱们慢慢待会儿听讲解以后，我觉得能学习到很多关于这个建筑的一些大的设计、小的特点、小的特质、一些神秘的一些巧思。来台湾很多次了。对。我们歌剧院是第一次来吗？对。哦，第一次。我们一东先生他有一个理念是，我想让人回归洞穴。所以简单的说，我们歌剧院整个内部就是有很多的山洞串接起来的。我一进来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像山洞一样。对。对。这个水是连进来的。理论上应该是，我们是本来是希望它能够连进来，但是因为这样会把一些外面的脏空气跟脏水带进来，但是还是有做了一个隔断，但是在形态上是连续的。对对对，其实不只是就是它这个连续呢，就是因为希望做成一个内外连通交融的一个效果。所以您看呢，我们这个地上的地板跟外面的地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透过这个玻璃呢，这个若有似无的这个界限，感觉好像它是一体连在一起的一样。其实这个早期我们没有贴那个小圈圈哦，真的常常有人走路就撞上去，真很容易撞哎。是，刚刚那个圆孔，从晚上从外面透视就是这个感觉。防火的区隔。对，这个点点点。对，遇到火灾的时候，它会降下来，然后喷水哦。对，这是空中花园。以前没有种这么多植物的时候，会觉得这边好像火山口。
馆的藤江和子小姐设计的，它是做成一个不锈钢管，做成一个风的感觉。那这个椅子呢是做成花的形状，那他们两个就称为花的风跟风的花。花的风跟风的花。对对对。这边是5楼。5楼。哎，现在在5楼哈，这里是一个餐厅，它有卖意大利面啊，还有卖一些牛排之类的。那这边就是一个花店，很漂亮。歌剧院的鼻孔，左边的鼻孔。所以这个形状是可以像喇叭一样。对对对。然后如果有歌唱家在那里唱歌的话，可以公放到广场上。对对对，它是不需要拿麦克风的。哇哦，太酷了！这个从外面看还看不出这么多有趣的感觉，就是从里面看就能感觉真的是像在山洞里往外面看这个世界一样。耳朵的形状，对面的公园里。完全没有柱子的楼梯，很多七孔。大剧院，我们大剧院里面是红色，温暖的红色。因为我们这个大剧院的前厅比较狭长，如果有2000的观众同时在这边说话，哇，那会比较吵。对对对，嘿，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布幕啊，还有红地毯，嘿，可以把这些声音吸收掉这样子。这是个灭火器。对对对，嘿，所在的地方的颜色，穿上不同颜色。不同的，这些都是灭火器，所以除了那个水幕，那些点点，还有这些，就这个剧场为了防火做了很多工作。这边就是我们的中剧院。那跟我们大剧院不同的是，我们中剧院是深海蓝的颜色。这个前厅就称为翩翩厅，因为很多的蝴蝶跟星点。那前面那一只鸟呢，是我们台中市的市鸟，称为白耳画眉。白耳画眉。对，白耳画眉。每一个蝴蝶的翅膀，它都是人的脸，人的侧脸。对，人的侧脸，没错。哦。这个称为土地反转。土地反转。对，这个是苏梦龙老师的作品。所以这边有画眉，这边的这个剧场是以歌剧为主吗？其实都有，每一个都可以。只是因为当初这个设计者他因为想说我们就是一些建筑物被口耳相传下来，大家永远都只记得设计师是谁，可是幕后的这些建造的人，这些无名英雄，从来都不会有人知道。所以他就把他们的侧脸记录在我们的墙壁上面。哦，这每个人的侧脸都是真的人哦。对，都是真的人哦。所以这一根柱子上面都是设计团队的脸。设计团队的脸。对，那对面那个柱子呢？对面这个都是营造商的脸。哦。对，那后面呢，有一些是台中市民的脸。哦。所以他们每一只蝴蝶都是有一张人的脸。左边这个柱子，最底下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对，就是这个脸。最底下这个。对，因为日本人比较谦虚所以他把自己放在最下面。对，导览完了，我就觉得这个建筑能建起来非常不容易，的确也让人特别感动。为什么呢？就是尤其是在刚才那个中剧院还是小剧院啊，曲面的墙上，
上面印有很多的蝴蝶嘛，那蝴蝶每一个蝴蝶都是一张人脸，都是建造这个建筑付出心血的每个人的人脸。最下方就是伊东先生的脸，然后仰望这个建筑，就这一点我就觉得好感动啊！他当时这个提案啊，这个设计有投到比利时，然后没有被采纳，因为就觉得就这样的建筑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实现。但是呢，在台湾，经过了这么多业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把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建成了。它外面看，我并不觉得它有多特别，进去以后真的就是让我感觉像进到了山洞里。伊东先生的理念就是让人回归山洞嘛。一开始看这外面的这些形状啊，我就觉得不就是弧形的形状？然后听过讲解以后，就才知道是以清酒壶的形状来设计的。这外面这个图案，这灰色的墙啊，看到一个好的剧，然后就像醍醐灌顶，就像喝了一杯好酒一样，让人沉醉。这里边设计的巧思和一些理念真的是很棒很厉害。听过这些导览以后，你就不觉得这只是一个样式奇特的建筑了，能理解到这些设计师啊、一些建造者的一些不容易和一些巧妙的想法。然后我们刚才站到了那个上面嘛，然后站到那个上面往外看，说之前有一个音乐家男高音就是站在那里，然后唱歌，然后这个形状，这个弧形的形状像一个喇叭一样，把他的声音在不用麦克的情况下放到这个整个广场上，所以它每一个设计都是有它巧妙的地方。好吧，今天台中歌剧院学习导览圆满结束，希望下次可以学习参观到更多神奇、漂亮、有意义的建筑。法国作家欧内斯特·迪姆内曾说，在所有艺术中，建筑对灵魂的触动最为缓慢，却也最为坚定。所以下次当你路过一栋看似平凡的老屋，或是一座造型前卫、令人不解的建筑时，不妨多看几眼，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个时代的回响，也可能悄悄指向了未来的大门。